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应该跟台湾女生结婚。大概主要的答案就是我的岳父。大家好，Justin 教授又来了。今天的题目就是不要跟台湾的女生结婚啊！你说教授，你的老婆不是台湾人吗？是的，她是。可是呢，最近有一个应该是小粉红 po 了一个东西在我的 YouTube 下面说台湾的女人是 easy 个屁啊！我跟你们说啊，如果台湾的女人有那么 easy， 你觉得我还会长得这个样子吗？还会看起来这么操劳吗？好像是被皮鞭打了。什么 easy 啊？没有所谓的 easy。而且我跟你们讲哈，你们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如果你是真的想要让我的人生更 easy， 就马上订阅、跟按个赞、跟分享，安内的后啊，大家都开心了哈。还有一件事情，一定要听到底。为什么哈？因为你到最后会听到我杠屌我的岳父。对，真的我会杠屌我的岳父。不知道拍完这个影片，老婆会不会提出要离婚的？但是我希望我的岳父不会看到这个影片，应该不会是好的结果。All right， 有关为什么我觉得哈，毕竟我在台湾29年，你不应该跟台湾的女生结婚，很简单，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我知道有相当多的西方的男生或是中东的男生，刻板的印象就是台湾的女生很温柔。温柔哈，我跟你们讲关于所谓的温柔。如果你带着这个希望，你未来台湾的老婆是很温柔的话，我建议你去看一些恐怖片，看后面的结局，你大概会知道哈，你原本的那个想法是错。为什么我敢这样子说的？第一个，你觉得我读到博士是为了我自己的好吗？根本不是啊，因为我一定要满足我的老婆的未来的生活的需求，我只好赶快去当一个教授啊，通通是为了他了。OK， 好了，也是一点点我自己啊。但是说实在哈，如果你没有上进心哈，在台湾，你的老婆会说啊，你这个 loser 哈。这个 loser 怎么办呢？而且你现在是在某个地方，比如说你现在是在某个科技公司工作啊，已经很了不起。你老婆说啊，这个不是台积电的亲戚的哈，台湾的老婆，他们对他们的先生很有要求。然后有关所谓的温柔，这个北共这个完全错的思想哈，还有他会为了你什么都做什么。呀，开玩笑啊！第一啊，有的人是有一个想法，是说，我可能躺着在沙发上面啊，然后老婆会剥葡萄啊，掉在我的嘴巴里面。我跟你们说，我的老婆从来没有切过任何的水果给我吃，反而完全是相反。而且不是只要我要切水果啊，我还要剥皮，剥皮完之后我要放在他的手里面，不行，他不接受我把水果放在他的手里面，他不想他的手是黏的，黏踢踢的，他是要我把水果掉在他的嘴巴里，好像是在喂一个小鸟一样，妈妈在喂小鸟一样哈，简直就是差一点还要帮他咬碎了。然后我跟你们说，如果我切的那些水果太大块，这个也会被干掉，也会被骂。OK， 所以你说，教授你怎么那么好啊？怎么那么好的一个老公啊，还在帮老婆切水果啊，放在他的嘴巴，那你这样应该就完工了吧？没有，我切完水果，他吃完了之后，我觉得应该我的责任结束，大概会过个几秒，手伸出来干嘛？纸啊，我还要把我的手伸出去接他要呸的纸，你们不要为我夸奖这是天天会发生的事。而且我老婆她太懒，她不会去切那个水果，一定是我要去切的。我说懒哈，只是说在这一方面，她还是有别的地方是会努力。可是今天我们不是要赞美她的，所以现在就是讲实话哈。然后我跟你们说啊，你觉得说我喂水果给我老婆是很伟大的事情啊？没有结束啊，因为他的2只狗会围攻我，像在猎一个动物一样，等着水果，然后我没有办法好好的安心的坐下吃我自己的水果，因为那些狗一定会看着我，让那个罪恶感越来越加强。布丁，你们可能有看过我的一些小的影片，布丁他会很闭嘴啊，你不给他芒果，真的是会闭嘴到爆，你会觉得好像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所以那些狗就是不是我的太太，那就是狗要吃我的水果，所以我的机会我都是吃那个剩下的那个水果喷啊，或者可能我太太呸完那个籽在我手里面，我赶快含着在嘴巴，为了吸出了一点点的那个籽。讲到这个哈，有一件事情也是让我非常的难受，那就是台湾的季节，季节的变化是一个噩梦。为什么？你说教授为什么季节变化是会那么可怕？因为季节一变化，水果有变的，我不知道这个季节我要面临什么。最糟糕是夏天的很可怕。
怕，因为呢我很爱吃荔枝，可是一旦我拿到一包荔枝，可能1-2斤的荔枝，我要开始剥给全家2只狗还有我老婆，然后只要有一点点的籽滴下去，就马上会被骂了。哎呀，你那个籽在滴下来，你赶快给我擦地板。奇怪，然后最糟糕的是这样，因为我算是比较不喜欢人家去抢我的食物，可是荔枝这个东西我是特别爱吃，我老婆从来没有剥荔枝给我吃啊，她也不会把荔枝剥给她自己吃，但是她会剥荔枝给狗吃，那要安内啊。所以我应该觉得在台湾冬天是最好的季节，为什么？因为水果有点无聊，就是什么的苹果啊什么。还有一件事情啊，我大概2-3年以前买到一个很舒服的沙发，跟你们说，我从来没有坐在那个沙发的上面，都是狗跟我老婆坐在上面，我是坐在地上。每一次我要走上去找那个狗像，我老婆会说：“啊，他们这么老啊，你就给他们坐。”我不老吗？我没有被操劳吗？你们看到吗？很奇耶，连我自己的沙发都没有坐过，都是给狗来瘫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世界怎么样？其实那些狗也很可爱啊，没有关系啊。但是啊，我是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坐在我的沙发的上面。也许啊，如果你们订阅够多，我老婆会说 ：“OK， 老公，你表现得不错，你今天可以坐在在沙发的上面。” OK， 好了。另外一件事情，我很讨厌狗的大便的味道，反正谁喜欢呢？但是因为我们住在公寓里面，所以晚上狗狗会乖乖的便在浴室啊。早上谁要清这些大便跟刷这些尿，就是我啊。如果我老婆有起来，她看到这个东西，我觉得她是故意的留着给我啊。我觉得她可能是想要训练我，就是让我知道我的位置在那里，到底是我的身份是什么。在我们的婚礼里面，我的身份就是低于狗了大概1-2级这样子。OK， 你们一定想要知道哈，我现在是回到重点哈。以我这个教授哈，是常常在做仔细的研究，为了去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子运作的啊，或者等等啊，去研究哲学。我就是用这个态度去了解为什么跟台湾的女人结婚是一件有点可怕的事。那不好意思，因为我知道最近我的观众的女人是越来越多，我不是讲你们一定是很棒，只要你是我的观众，大概你是没有问题。那你会理解为什么我太太没有在看我的影片了，因为她问题比较多。所以我去分析啊，我越分析。我就想大概只有一个答案啊，只有一个答案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应该跟台湾女生结婚，或者 actually 我应该说为什么不应该跟我的老婆结婚。大概主要的答案就是我的岳父，我完全的怪我的岳父。谢先生，如果你现在在看这个影片，你好好的听你的错误在哪里。还有其他的台湾的岳父，不要学他。其实你可能要学他，如果你为了你的女儿好。第一件事情啊，从头到尾，我的岳父其实他很赞啊，他人很善良，就是很有幽默感。但是呢，他把他的女人在他的人生里面都破坏了，加上他老婆王女士，我的老婆，我的小姨子。为什么会这样讲？不是那个椅子，不是 chair 啊，是我老婆的妹。因为从以前到现在，我也没有看过他们切任何的水果，都是他在切。他以前是警察嘛，也蛮累的啊。可是回来谁在做家事？就是他。然后呢，王女士都会帮他安排工作，不管那个工作重不重要，甚至没有事会做啊。王女士可能会把一些沙子丢在地上，说：“谢先生，那边要拖地。”然后他就是乖乖的去拖在那边。哪有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样的台湾的男人做这种的事情啊？我们不是应该是大男人主义才对了吗？怎么变这样？这位先生我真的觉得，因为他的关系，我现在就是过这种的日子，我完全没有的身份在家里，哪有这样子的人生？我那么辛苦。今天我应该要给你们一个结论啊，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希望他们的女儿会嫁给一个好的老公。根据我这个经验，我只能说，如果你要你的女儿嫁给一个好的老公，那你是最好当你家里的奴隶啊！你老婆要你干嘛你就干嘛，你的小孩子要你干嘛你就干嘛，你就不要有自己的个性或身份，没有，你完全不重要，你通通为了他们就好了。未来你老婆你的女儿一定会说我就是要选一个老公跟我爸爸一样啊，那你就是要当最好的爸爸，你就会让你的女儿找到最好的老公跟我一样。喜欢请订阅啊，下次再见，拜拜等等，赶快分享给有女儿的爸爸，他们必须要看这个影片，不看你是对不起你的朋友，所以通通都分享给他们。好，下次见，拜拜。